西城记事本。Hello，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这一系列的师承记事本。那今天非常荣幸的有机会邀请这个师承辣妈这个平台的这个创办人，就是辣妈本身来上我们这个节目那师承辣妈，那么我们这一次这个师承记事本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与大家分享这个新移民在新加坡本地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经历共同经历他们面对一些共同挑战那辛巴非常感激你上来我们这个节目。我们知道你在新加坡已经生活了大概10年左右，那一边育儿一边工作那也创办了这个师承辣妈这个平台。那你可以先简单一下介绍你自己在新加坡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那大概有怎么样的节奏还有你在做些什么呢？好，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首先感谢新加坡师承记事本的一个邀请对吧？第一次在新加坡就是应该不是第一次，就是这一次就是第一次跟你们一起合作，然后感谢受邀。第二个的话就是我的名字叫 May 大家都会在新加坡的朋友认识我，可能都会叫我辛妈，因为我创办在11年前来到新加坡，然后我们创办了一个平台叫做新加坡师承辣妈，然后这个平台呢到现在的话，全平台大概会有30多万粉丝30多万，对，蛮多的。我们是就是服务于本地的一些客户我们主要是跟品牌去做一些线上或者线下的数字化营销方案然后就是帮助他们，比如说有一些落地然后有一些推广还有时候会组织一些活动等等，然后最终的目的呢其实是帮助我们的新移民融入新加坡。所以这是一个媒体公司对吗？对，算是一个自媒体公司，它也是一个数字营销公司。那我们主要分享的话都是在新加坡的一些吃喝玩乐、生活还有教育，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就是你一旦来了新加坡，你要找住的吧？对吧？小孩子读书是一个问题，对吗？然后再大一点的小孩，可能他来这里毕业了，他也解决就业，对吧？一些工作等等，一些机会这些。当然了，如果是跟我一样，可能都是从不同的国家来到新加坡，又是一个妈妈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会彷徨对，你也要找到一些可能同频率的，或者是我们的经历差不多的，你也想说互相交个朋友，或者分享一些育儿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照顾孩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新加坡不容易。所以就是这些年我在新加坡有3个小孩了，老大14岁，老二11岁，然后老三是7岁。目前的话，他们都处于在一个中学跟小学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还是比较需要父母的一些陪伴引导这些。当然了，我在带他们的过程中，其实我自己也会有一些成长所以这11年在新加坡做这个平台，我也交了很多的朋友，然后也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慢慢的，现在他们也是会在我的朋友圈在我们的平台看着我的孩子也是越来越长大了，不一样。那我自己也是收获了很多。有3个孩子在新加坡这个人口算是比较少的家长了那的确的不容易，我知道我本身也是家长，我可以了解，而且这不简单因为你要创业又要照顾孩子照顾家庭。那么其实我想知道你这个分身术是什么你怎么样安排你自己的时间嘛因为毕竟小孩子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面对许多压力，那么作为家长，那你觉得特别头痛的地方是在哪里那么特别是在面对就是创业啦，你的那个公司要照顾你的客户那么还有这个小孩子他们成长，所以通常这方面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其实我的时间上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单调生活应该说我的生活很充实，基本上是公司家里这2个是必经的，对吗？然后就是孩子的学校以及孩子们的补习班。孩子的补习班因为3个孩子你会知道对不对？就是在他们在受教育的这个阶段，而且他的兴趣他可能不只是一个，他还在寻找他今天打篮球，他明天游泳，然后他在后天他可能是去 gymnastic，就是这些地方他不是都在一个地方的，所以其实你要对新加坡的路线也是要有一定的了解，你就算是坐巴士坐地铁你也不会错。那很小的时候，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是带着他坐巴士坐地铁，所以我老大是对巴士路线或者对新加坡的整体路线是非常的熟悉，他应该把所有新加坡的巴士都坐过了。他是一个巴士发烧友
就是它每个不是星期地铁了，没有第二个地是地铁吗铁它也是有啦，就是它已经把新加坡的巴士啊、LRT 啊、MRT 这研究的很透彻，他们会去看这些，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族群，因为现在是中学生嘛，对，所以你要尊重他的这个选择。那后面的话就是2个女儿，因为女儿还小嘛，你还是得带着她，要有一个监护人，所以女儿的话你就会带着她去上课啊这种。那我自己的工作那是可以比较 flexible 去做一些安排，那就好。我尽量是在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可能会公司处理一些事情，可能我去探店，我去拜访客户等等的。那他们放学之后呢，他校车会送回家，那家里有女佣，就是协助他们吃饭啊、做功课。之后呢，他们有时候就自己会去上补习，有时候呢可能是女佣带着去，有时候呢可能是下雨天，你知道吗？就地上很滑什么，可能我这边会叫车给他安排出去。晚上的话，他们基本上要不然就是回家吃饭，然后就结束，他们就做功课，要不然他会来公司找我。然后等我下班了，或者是我做完东西，然后我们一起回家。我觉得这样的话，它可以节约一些我接送的一些时间。而且孩子呢，相对来说比较独立。我经常开玩笑去说一句话，就是我的3个孩子都是拼着他们自己活下来的，因为妈妈很忙。就是你知道有一孩子照顾妈妈了，就是他能体谅你的这个工作的不容易，以及你的时间上面可能没有那么好。不能每时每刻陪着他，就是尽量的是这样去做一些陪伴。但是我认为我的陪伴都是比较高效的，比如说假期的，就是我会带他们出游啊，看看这个世界，对吗？以前是我们会一家人出去，就每年会有一家人一起出行。那么现在呢，他们大了也会有独立陪伴，就是可能我这一次的旅行我只是带老二，那么我年底的旅行我可能就会带老大，那么老3他最小嘛，所以他可能就是要轮着。有时候你要看一下那个时间，可能某一程比较短期的，我比较适合带老2跟老3，那我也会跟老大说，因为老大他是一个14岁的男生，他是进入了青春期，他的自我意识是一个非常强的，他也不太愿意说我帮他去做安排。那我们作为父母，其实我们也应该知道说，孩子长大到一定的程度，你要适时的去退后，对吧？他们面对的那个，你要退出他的舞台，对，他会需要你可能是越来越少。幸好我有3个孩子，所以我不会觉得很难过。对，就可能老大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可以照顾老3嘛，对不对？其实他现在已经会了。很好。因为之前我有时候没有女佣，就是在女佣之间，就是相隔的时间里面，那我就是家里面就是有一个男佣，就是我儿子。OK。因为有时候我先生他会出差啊这种，那我的老大其实会兼顾很多家里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没有空啊，可能没有人带妹妹，你可以带妹妹去上补习吗？我的老大以前曾经是会帮我带妹妹去上补习，上下课啊，就是这种放学啊这些，他会帮我带妹妹或者来公司找我这些，就是他其实从小就很独立，而且男生嘛，对吧？我就觉得还不错。所以妹妹在哥哥的影响下，其实妹妹她其实也会觉得说，果果在这个时候她不需要你了，说这个时候我也可以我自己，很好啊。只有最小的那个他比较处于比较小的状态，晚上睡觉他有时候还是会跟我睡啊，他会找一点存在感，他觉得睡在我的床上就好像我抱着他这样，就是我也很享受孩子很小他需要我们的感觉。我经常也是会跟我的朋友说，我说你珍惜现在跟你孩子在一起的这个欢乐的这个时光，因为长大了以后，其实你慢慢会发现他们也不太需要你，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对。那其实你的孩子从7岁到14岁，那么当中呢，老大应该也是会经历过我们很多家长都担心，小孩子都担心的那个 PSLE 的，就是小学离校会考，对的。那么其实，在新加坡就是养儿育女，其实很多家长都担心孩子们会不会输在这个期限上。那你觉得他们上补习班，他们的压力，你觉得他们现在目前面对那个功课的压力，在这个新加坡的一个教育制度底下，是怎么样的？你觉得他还应付得来吗？首先，我自己是属于一个从接受中国教育的一个人呢，就是我原来受教育，我其实都是在深圳受的教育，那我自己是没有那么怕输的，还是比较松弛啊，因为我们其实我的传统行业是一个中医专科护士，那我现在可能在从事的是媒体这一块，对吧？媒体新闻或者是说这种广告营销，这个其实它跟我的专业是完全没有连接的，没有挂钩。那我觉得后面为什么我喜欢做我现在的这个工作，那是源于你自己的一个性格，对吧？就是可能你的个性啊，或者说你就
头脑就是老是会想一些就是天马行空的事情，嗯，然后你就做广告就是要有这对那种创意嘛，创意的点子，对对对，你要卖 idea，哎，对你就刚好有这些，而且可能我们说有 I 人有 E 人，我很明显就是一个比较能说的，所以就比较容易去跟别人去认识啊链接。那我觉得现在这个职业可能更适合比起我原来在医院打针发药这种。那对于我的孩子来说，补习正常的话，其实他们需要我就会支持，但是我不会去逼他们。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行业里面，我们做教育的广告是很多的。那我能说一个，就是新加坡80%的教育机构，我们家的孩子都去试过课了，只要名头比较大的。都试过课，就是上那个补习班，尝试那个。你能说得出来的，就是比如说 ，OK TLL 啊，My Structure 啊，对吧 ？OK， 就好像 food tasting 这样的，你去那边尝试一下，了解一下那个补习班是否适合他们的那个。还有这个 L Central 啊，就是这些我可能说得出来10几年的这些品牌，可能你都会在我的平台看到过，因为我们都试过课。我们要找的是，其实哪一个是适合自己孩子的？是的，是的。我也不妨说，就是可能我给孩子报一个英文课，我们是已经上过4、5个不同的。他在不同的阶段，他不是老师不好啊，他在不同的阶段，可能他需要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他可能要不就是你搬家，要不你转学，要不然就是觉得，哎，可能在这个学校他更适合，或者这个老师他更适合他，那你就可以去换。那你说我花在这方面的钱多不多？首先，他们都是新加坡公民，他们在新加坡读书是不怎么花钱的，但是补习、辅导、兴趣班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头，肯定。除非你不想他往专业方向去发展，你就让由他的这个天赋。没有几个孩子他是一生下来他就有这个天赋，他就算有这个天赋，他其实后天还是需要去 practice，他要需要去练。对对，其实这个反馈跟其他一般新加坡家长的反馈是一样的哦，就是很多时候。在本地念书，在这个学校本地的学府念书，其实那个消费不大了。不过其实是这个课外课余的一些就是补习班啊，还是一些enrichment classes， 这些就当然对家长负担可能会有造成一些影响了。不过其实我另外有一块更关注的，特别是从一个家长的角度来说，就是学生孩子们无论是孩子还是青少年。就是他们的这个心理卫生的课题，因为我们从这个媒体上的报道也是可以了解到，在这个心理卫生这方面，其实是有一些比较令人担忧的一些数据了。无论是所谓的自残啊，或者有这个轻生的念头。那其实你觉得怎么看，在孩子这个成长过程中所面对这些情绪的起伏啊？那么在新加坡这个非常竞争激烈的社会里面，这一块你觉得你的看法是什么？你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们度过他们就是需要面对成长中面对这些心理上的挑战呢？首先我觉得是允许有情绪的。允许有情绪，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人是会有7情6欲的，对吗？就是我们只要你是个人，你有感情，你肯定有时候会心情好，心情不好，就是你的悲欢离合这些是很正常。那么我是在孩子大概我的老大大概4、5岁的时候吧，然后我是自己专门花钱花时间去学的情绪管理。情绪管理，对，然后那个时候的学习呢，其实就会有一些实践。因为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你跟他的沟通可能会发烂渣，对吧？产地啊，要买这个东西，或者是有各种的闹，对吧？对。他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我没有通过学习，可能新加坡最常见拿个藤条打屁股，对吧？这是50年前、40年前的时候了。因为我的先生是 local，所以他也会有这样的文化。他会觉得这是传统的文化，所谓的传统文化了，对吧？家里面3个小孩可能有3条，对不对？你要大的还是短的，还是粗的还是细的？有吗？这个只是一个玩笑话了。对。那么，当你学完了情绪管理之后，你会发现，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其实他有这个情绪是很正常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们做媒体嘛，我们也会去看这些数据，我们会发现有这些不愉快的这种倾向啊，或者想要有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念头的孩子，他大部分其实是在小时候缺乏安全感。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做的通常是有效的陪伴，对吧？刚刚我们说不一定是花钱呢，就有时候你可能跟他一起吃顿饭，或者是说我们一些大日子啊，然后比如说生日，对吗？那大家其实是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去做个蛋糕。我们现在就是谁生日我们就自己做个蛋糕，因为你自己做出来，你烤出来，到最后可能它不好看，可能它也没有外面的那么好吃，但是你的那个感情跟接受到是那个互动一顿饭给家人吃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只是说我会觉得说，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一家人在一起，我们只是分工。比如说打扫啊，你扫地，你洗衣服，对吧？然后你在做饭，你在做别的。那家里面就是我们家很多人，所以我们要管理一个家庭，好像就像一个公司这样，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一些事情，那你就矛盾会少一点了。对，有时候有矛盾是因为你要不太闲，要不太忙。你全部包头包尾，你帮他们做到完的话，你到最后累的是你自己，你肯定会有情绪的。对，家长孩子都有情绪。对，再说回来，孩子的话，我觉得如果小时候你给他有足够的陪伴，然后包括我们小时候会给他读故事书啊，像贝贝熊啊这个系列，我是3个孩子都读过的，它里面就会有告诉你上学的时候你要干嘛，然后有兄弟姐妹有多一个家庭成员的时候你要干嘛，就是他会通过一些故事去看，然后就带入进去。我说贝贝熊是因为正好他是有爸爸妈妈，然后3个孩子，其实他的状况就跟我们家很像。我们曾经在几年前 COVID 的期间受到新加坡的应该是早报还是哪个媒体的报道的时候，就会说我们会有家庭会议。其实这个家庭会议我们就是在模仿贝贝熊他们家会做一些事情，大家一起吃饭，或者早上大家去喝个早茶。你觉得会花很多钱吗？其实并没有。这些都是我们一起会做的事情。然而，就是如果孩子有情绪，你接纳他，其实你过个1个小时或者冷静一下，特别是中学生其实他睡一觉他就忘了。其实这个情绪管理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你这个家长还是孩子们，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去了解他这个情绪起伏的波动怎么样去应对当对方可能孩子还是孩子们的家长他们。在这个情绪方面有一些面对一些不愉快的时候，怎么样去安排？所以其实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建议其实蛮不错的，可能其他的家长可以考虑。不过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想要问比较细的东西了那么特别是小孩子，在新加坡应该说是新加坡成长的孩子那就是在学习母语这方面的心得那你本身都是从中国来，可能在母语。在沟通方面就不是问题。那我本身我之前是小学的时候是念这个中文作为第一语文了，所以那时候我可能，而且我年纪蛮大的，53岁，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不过现在的这个年龄层的这个孩子们新一代的新加坡国人，很多时候在媒体上还是在我们生活之中就听到一些朋友还是一些同事他们说，哎呀，我们的孩子他们。对学习华文没有兴趣嘞，他们都觉得学华文就是写一行字流一行泪那有这么夸张吗？有夸张那就是说学习华文好辛苦那你对孩子们学习中文母语这个态度是什么？那么而且你的孩子们在学校学习华文母语你的经历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可以啊。首先我是一个广东人，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的普通话并没有很标准。也不会啦，你讲得很好的，可以上电台了。经常他们会跟我说，你的港普又出来了，就是很明显知道这个呵不分的那种OK。那我觉得孩子因为从小到大爸爸会跟他讲英文，跟他们讲英文，then我就是一直跟他们讲华语的，所以在我们的家庭，其实孩子从出生到现在，他们都是双语。那他们都是可以及时翻译的，就是在这边跟爸爸讲完英文，可能这边就马上跟我讲中文了。然后因为外公外婆也是要讲华文嘛，对吗 ？OK。所以他就是翻译的这个能力是很强的，也是源于生活的这种实践跟训练。但是就是3个孩子，其实一开始他们都是学高华。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嘛，那么到了 PSLE 的时候，比如说哥哥，那他是在考试的时候他考了普华，他到中学的话，其实华文还不错，就光吃着这些老本，还是可以在那边混。他们至少没有这抗拒
没有抗拒上华文课，他们说是没有问题，听也没有问题，可能写字的话会有点难，因为笔画当然是跟英文不太一样嘛，对吧？那你说他更喜欢，那当然是更喜欢英文啊。他们的兄弟姐妹之间，他们都是在讲英文的。那么再来的话，平时我们怎么样去引导孩子？首先小时候读这个故事书，我只能读华文。我只能跟他们读华文，他们的英文都是他们自己读的，或者是他读给我听。像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些图书，我们都会跟他读。那久而久之，他其实看字识字能力还是蛮强的，就上学之前识字还是蛮多。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经常会带他去看新加坡的本地的华语舞台剧。华语的话剧啊，这些比如说孙悟空啊，这种就是名著，但是他们拍得很可爱，然后小孩子就不会觉得很压力，又看得很开心。我补充一下啊，就是我会带他们去看一些我觉得中国比较好的电影，比如说哪吒。对吧？就是这支电影的话，它可能很难排很什么，但是我会带他去看。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每年会回家嘛，有时候我也要回家探亲，看看我爸爸妈妈。那么回中国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有一些体验，跟我朋友的孩子在一起，或者他们去买东西，或者是怎么样，他一定要讲中文的。这些综上所述的话，其实可以提高他们对华文的一个兴趣跟爱好。对，所以如果你有一对就是父母都是受英文教育的，那么他们在家里都是主要以英文对话的。那你会对这父母有什么建议吗？会怎么样让他孩子更好的学习接触华文、中文？我觉得就是看孩子的年龄啦，投其所好。然后我们自己本来是做平台，我们每个月都会有3场活动，线下的活动。那这些活动很多时候我都是以中文为主的。那我的孩子也会经常，我会带着他们去做活动，游乐场也好啊，华文的一些戏剧表演啊，或者是一些中秋节我们做什么，那包括老师讲的都是中文，所以他们其实是在这种玩的当中他就学了。我觉得这一点是挺好。第一个当然是关注师承辣妈啦，对吧？就带你去哪里吃喝玩乐。第二个呢是，我觉得可以培养他们去看一些故事书，简单的，对吧？这个是你读给他听，一起读，或者是你可以有网上很多 apps 啊。或者是找一些比较有趣的中文的网课，因为兴趣爱好这个东西，它一定是从喜欢开始。对，如果他不喜欢，他后面是很难坚持的。对，然后到他后面，你真的是要华文补习的时候，他一定是奔着他的成绩去，所以他那个时候谈不上兴趣，不可能的，对吧？情绪上他已经把他拒绝了，对不对？是，所以就很难，就是继续让他鼓励他去接触。然后像新加坡，比如说最近我看的一个是焦点剧场的花木兰，那么在小5的孩子的那个课本里面，他的中文课本里面5A 里面，他就是有一章节，就是应该是5B，他有一个章节，他就是说花木兰代父从军。你让他去背那个唧唧复唧唧啊，以前我们也背过，他根本不了解那个意思。但是你带他去看了一个话剧之后，他觉得原来他是怎么样。当然话剧跟那个故事还是会有一点差别，但他会有一个形象，他是一个女扮男装，对吧？他是代父从军。他是孝顺，那这些点他如果掌握的话，如果说考试 PSL 考一个这样的题，他应该很轻松就能答下来，拿下一点分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经常会建议我们的家长带孩子去看话剧，因为他们一个是支持本地啦，本地创作，其实他们很不容易。第二个是你在那个地方，孩子他一定会有那个兴趣。我们看完以后，很多小朋友会跟我说，阿姨、新妈，我们可不可以去演？他说我去演一棵树。因为那些是大人的话剧嘛，舞台剧，那么小孩子其实他很感这个兴趣。是，的确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平台啊，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有一个轻松日常的这个方式来做这个对话。因为毕竟通过这个比较自然这个互动，那么可能就比较容易学习，也比较会接受不一样的这些学习的这个素材了。那其实，在提到这个平台那么我当然本身看到你的这个师承辣妈这小红书的平台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你只是看到我们小红书对吧？你要看一下我们的微信。肯定。那其实我本身很有兴趣的是想知道一下你在这个平台想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那第二个就是说，通常你在你访问人家或者接受访问的时候，通常被问的妈妈他们问的问题通常最多是什么呢？好，首先我觉得我们平台在10年前10多年前我们成立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初心是要记录我跟孩子的一个新加坡的一个生活，还有共同的成长。这个是我来了新加坡以后，从一个职业女性，然后转移到成一位全职妈妈的一个感受。就是你要知道，被需要
要，其实自我的一个叫做什么成就感是很重要的。而且那个时候说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一天就是煮三顿饭，然后做家务，照顾小孩。所以平台的记录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就像你在写日记。那么后来呢，我就会发现原来很多妈妈会跟我一样，不知道带孩子要做什么，包括孩子都要上学了，感觉他什么都不懂，可能英文不够好，或者是中文不够好，或者是去哪里上补习班，去哪里报兴趣班都不懂。那10年之后，你现在在问我，我就会觉得说，哎，我其实在做这个平台这么多年，我就是为了让新移民更好的去融入新加坡。然后平台的本身，其实之前我们有一个 slogan， 就是狮神浪妈平台，其实是为了育儿育己。就是教育这个东西，你除了去培养小孩以外，你会发现你在养育孩子的时候，你也是把自己养一遍。我会想说我的孩子去学钢琴，因为小的时候可能我没有学到，对吧？然后我也想要说我的孩子可以经常出去旅游啊，看世界，因为小的时候可能我爸爸妈妈要工作，他们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他们的英文呢各方面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是经济当时也没有那么允许。那现在你就会想说带他们出去走走看看，我觉得这些都是把我自己再养一遍。或者是说把一些美好的事情都可以让我的孩子跟着我去体验。就我说的美好，它不一定是说你可能是坐飞机，它可能是我们在去之前我们一起去设计路线，我们也可以坐火车，我们从 JB 出发，经过泰国，经过哪里，然后多少天，然后我们走到哪里，一边走我们一边去看沿路的风景。因为你走飞机的路线跟你走比如说人走路啊，火车的路线其实不一样的，这个跟金钱贵贱没有关系，因为所有的东西你都是要有一个体验，对，人生一个经历了。对啊，人生来一次多么不容易。如果每一个人他经历的东西都是一样啊，考 PSLE 考 O level 考 A level 去做医生律师什么，不可能，就会觉得很没有意思了，对不对？那么我想问你一下，那在你的这个平台上的一些粉丝他们的背景大概都是从外地来的新移民吗？还是他比较有一些不一样，可能一些是本地新加坡人啊，还是一些外地人，他们不是居住在新加坡的这个居民，他们想知道一下新加坡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习惯。有这方面的数据吗？有三类就是我不完整的统计，应该会有3类。第一种呢是在这边读书学习，然后呢工作成家，对吧？他就留下来了，可能现在是 PR 或者是 Citizen。那么第二种呢，就可能像我一样，可能先生另一半是新加坡人，对吧？然后呢，可能一些缘分，然后就来到新加坡，然后结婚生子落地在这边。然后第三种呢，就是他们纯粹是因为可能先生或者是孩子想要过来这边工作读书，然后呢被迫离开自己的这个出生地，然后过来陪读，或者是跟先生一起移居到新加坡，基本上是这3类。那这3类大多数都是女性吗？还是我们的粉丝其实是2/3是女性吧，1/3是男性。也是蛮多嘞，1/3是。对，因为我们是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平台。好，那除了这个平台的信息以外，那你常被妈妈问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妈妈们问的比较多的可能是3类，就是孩子怎么教啊，好难哦。养育孩子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问啊，所以我真的是我感觉我自己是个独生女了，就是我没有兄弟姐妹，然后我自己生了3个小孩，其实这真的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就是你给自己挖了3个大的坑。然后你每一天就是在补坑，因为你伴随着他们慢慢的成长，就是小的时候有小的问题，长大了以后会有长大的一些问题。每一个年龄层不一样的，对，每个阶段不一样。所以你就每天像升级打怪一样，对吗？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的去慢慢的一点一点让自己成长。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可能会在夫妻关系、两性关系之间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也有不少的一些粉丝会在后台给我们的留言，就是说有没有认识一些律师？有一些可能是先生是本地人。妈妈可能是外国人，因为他们有共同抚养的孩子，他的先生没有给他办任何的一些准证还是什么，就是说不让他见孩子，可能就卡断了他的这些身份，那他就被迫要离开新加坡。
像这种情况下，他真的是很需要帮助。需要帮助是什么？你需要通过一个法律的一个途径去解决你入境的问题、居留的问题，然后怎么样可以见到孩子的一些问题等等。那这个是其中的一种家庭关系。然后第三个就是女性提升，妈妈除了妈妈以外，她其实还是她自己嘛，对吧？她应该还是一个独立的女性，不管她是赚钱也好，或者是在家里做全职妈妈，或者她有她自己的事业，对，她应该会有一个她的喜好。比如说一个妈妈，她从以前到现在，她都一直在健身，她维持得很光鲜亮丽，她一直保持了10年都是一如既往的这个体重。这个妈妈她的自律性也是很强啊，对吧？那么还有一种妈妈是她就是很爱去帮助人，她可能可以去 RCCC 去做义工，然后去做这种什么领袖啊这些，然后经常义工的时候她会被需要。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可能他们很有这种经济头脑，他也是可以去创业。那么现在创业的成本很低啊，你做一个自媒体的号，可能你引流一些东西，马上有人给你找你打广告，或者你的 TikTok 开一个店，对吗？然后你帮商家卖东西，然后他给你提成，这些东西其实都很容易，你就可能找得到工作。我说的自我提升，一个是他们在学历方面的，可能会继续去读书深造，然后第二种就是在工作方面，我可能是自己创业，我想开个店，或者我从1家店开到10家店，都有可能。我们有很多的陪读妈妈很厉害，她可能在国内都是某上市公司的领导啊，职业经纪人啊，那种经理人啊，然后只是说她为了孩子来新加坡读书来陪读，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类型的人吧。那我应该是属于结婚以后过来的那一类。基本上是一个信息的平台了。那么当然当中也是让不同背景无论是男女就是他们更了解新加坡的一些日常生活所面对的一些课题啊，或者是在法律上面对一些挑战，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一些有什么介绍就是活动会有很多多样化，然后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比如说落地啊，或者交朋友啊，然后你觉得你在这里你并不孤单，是，对吧？能够融入，而且感觉是新加坡的一份子嘛，对不对？就是你会对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城市，它不是你的出生地，但是它终将会成为你和你的孩子未来要在这里生存下去的地方。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所以新加坡其实各方面的这些文化，我觉得还是很好、很和谐，而且它也很接纳外地人。它不像有一些城市，可能听到我是讲华语的或者是普通话的，它会有点 diss 啊，这些并没有。我今天早上在看这个问题，就是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外国的朋友是一个印度籍的妈妈。他们非常的热情。他当时就是我的英文水平很一般但是他会用英文来跟我解释英文，然后带我去见他的先生、他的家人、他的姐姐妹妹、他的爸爸妈妈，然后带我去他们的这个星期天的这个就是 family 的这个 family day 的一些 party 啊，这些让我觉得其实人生在国外，哪怕你的英文不够好，但是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点是，大家都是妈妈，都是为了孩子，他非常的能够理解你。包括我当时我的父母来新加坡，他都会主动去邀请我的父母，出去吃饭啊，然后请他们去逛街啊，带他们去玩啊，买衣服给他们啊。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异族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是很热情。这个就是我当时有一点点的这个小感动。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这个经历就是比方说都是母亲或者是父亲家长，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共同点，然后让不同的背景的人在一起聚集在一起，那么可以更好的了解。那到时候就觉得其实无论你的那个你的背景来源你原有的国籍其实都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毕竟很多那个日常的经历都是一样的无论你原籍新加坡也好，还是在本地土生土长新加坡人，那作为父母，其实特别是在一个大都会一个城市里面，这个做父母又养育儿女的话，那么其实我们一般的经历都是非常相似。最后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无论你遇到任何的事情，你只要心里面想着说，就是允许任何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这一切的发生，它肯定是有原因的。你一旦生气也好，或者是你难过、伤心、悲伤也好，这些就是其实它的源头就是在于你不允许嘛。你觉得它应该是怎么样的？一旦是你觉得它应该的话，你一定就会难过。
因为跟你的预期是不一样的。包括孩子，我也希望他是成绩好、长得帅，对吧？又孝顺，做医生，对吧？做律师然后又能赚钱，对不对？然后就不需要你操心，这是我们所想的。但实实在在的，他能够给到你的，可能并不是像你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他之所以来你的家里面，对吧？他跟你成为父子也好，母子也好，我觉得肯定是有一定的缘分，所以你就允许他。对，放得下。对呀，就是如果你太纠结的话，你真的是很难过，你就会影响你后面很多的生活。因为如果它真的发生了，想办法解决就好了。我觉得方法还是会比问题多，所以在生活中相对起来，就是我跟我的孩子的这些沟通啊，这些我们还是比较积极的。那我的孩子还是比较愿意去跟我去聊天啊，沟通，毕竟我们也是个有趣的灵魂嘛，对吧？是，好的，非常感谢你，辛妈，你花了很多时间跟我们分享你在新加坡就是创业，在怎么样照顾家庭、孩子们，分享很多点点滴滴这个信息，还有一些心得，非常感激你上我这个《师承记事本》这个节目，感谢采访，拜拜谢谢，拜拜。不是你需要被看见，而是你终究会发现一个妈妈的无限可能。